嘿，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要一起穿越到一个无比精彩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去领略那场震撼人心的思想盛宴——百家争鸣。想象一下，那个时代就像是一个神奇的思想大舞台，各种学派如绚丽多彩的花朵般竞相绽放，争奇斗艳，简直让人目不暇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百家争鸣，是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纷纷涌现，彼此切磋，相互辉映的壮观局面。咱们先来瞧瞧它的背景。经济上，那时候发生了重大变革，铁制农具和牛耕得到广泛使用和推广，这可不得了，就好比给社会发展安装了超级引擎，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打个比方，以前农民被井田制束缚，现在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产量也大幅增加。这样一来，一部分人就能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时间和精力去钻研学术等精神文化活动，这就为百家争鸣奠定了物质基础。政治方面，周王室日渐衰微，诸侯们纷纷崛起，为了争夺天下霸权，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各国都意识到人才的关键作用，于是纷纷招揽人才，这就像一场激烈的人才抢夺大战，为不同思想流派的思想家们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比如说齐国的稷下学宫，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地方，众多学者汇聚于此，享受优厚待遇，能够自由的讲学和辩论。想象一下，那些学者们在学宫里各抒己见，思想的火花不断碰撞，是不是特别精彩呢？文化方面，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了。孔子就是这其中的关键人物，他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以前知识都被贵族垄断，现在孔子让知识传播到了更广泛的人群中，许多平民因此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于是培养出了大批有知识、有见解的学者，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有利条件。接下来，我们重点看看百家争鸣中的主要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和思想。先说说儒家，这可是个影响力极大的学派，由孔子开创。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他主张仁者爱人，强调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关爱，就像他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对人际关系的深刻理解影响深远。他还倡导克己复礼，试图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后来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提出仁政学说，认为统治者应当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在当时可谓相当超前，充分体现了对百姓利益的重视。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学习来改善，而且他还吸收了法家的思想，强调礼法并用，对儒家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儒家的经典著作有《论语》《孟子》《荀子》等。后来儒家思想更是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道家也别具特色，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主张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他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充满了神秘的哲学意味。他提倡无为而治，就像他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希望统治者不要过多干预社会和百姓的生活。庄子则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他提出逍遥游的观念，主张人们要摆脱物质和世俗观念的束缚，达到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他通过许多富有寓意的寓言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比如庄周梦蝶，引发了人们对真实和虚幻的深入思考。道家的代表著作是《道德经》和《庄子》，其思想对中国人的哲学观念、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墨家也不容小觑，创始人是墨子。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兼爱就是倡导无差别的爱一切人，这与儒家有差别的仁爱有所不同。他坚决反对战争，认为战争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所以提倡非攻。同时，他还大力提倡尚贤，主张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有才能就应该被任用。在鼎盛时期，墨家与儒家并称为当时的显学，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平民百姓的利益和诉求。墨家的经典著作是《墨子》，墨子及其弟子们还身体力行，积极阻止战争的发生，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和平的执着追求。法家的思想也很有影响力，代表人物是韩非。韩非主张以法治国，他认为人性是自私的，需要用严刑峻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他特别强调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加强君主的权力。例如，他提出法、术、士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法是法令，术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手段，士是君主的权势。这种思想为秦国的统一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他的著作《韩非子》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除了以上几家，百家争鸣中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学派。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邹衍，他提出五行相生的理论，用阴阳五行的变化来解释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阴阳家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的哲学、医学、天文、地理等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纵横家主要代表人物有鬼谷子、苏秦、张仪等。纵横家擅长外交和政治策略，主张通过合纵连横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的利益和政治目的。他们的言论主要记载于《战国策》《鬼谷经》等。名家注重逻辑和辩论，强调对事物的概念和名称进行准确的定义和辨析。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就是名家的著名观点，代表著作有公孙龙子。杂家主张融会贯通，吸取百家之长，补百家之短。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是杂家的代表作，这部著作内容丰富，涵盖了众多学派的思想和观点。农家的代表人物是许行，他们主张军民共种，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利益，认为粮食生产是国家的根本。还有小说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认为小说家盖出于拜官，皆谈项羽，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虽然在古代小说家被视为不入流，但他们的作品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和民间风情。百家争鸣的意义非凡，在思想文化方面，它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基础。各个学派的思想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在社会政治方面，这些思想为各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例如，秦国采用法家思想进行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最终实现统一。同时，百家争鸣也促使各国统治者更加重视人才和文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百家争鸣真的是一个充满魅力和智慧的时代，它的影响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中国历史的长河，一直延续到今天。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伟大思想的力量吧。感谢您的观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点赞、订阅并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